因为穷受的罪我是真受够了，够够的。你有没有发现，个人理财领域最有魔力的四个词就是 financial independence, retire early， 财务独立，提前退休，简称 FIRE。听起来像人生开挂，30-40岁就不用上班了，钱自己生钱，你就拥有完全的自由。今天我们来走进 FIRE 这个话题，当然这不是鼓励你赶紧 FIRE， 也不是嘲讽你 FIRE 都是幻想，而是用大家最熟悉的方式，通过数据加现实生活的各种难处加判断力，把 FIRE 这件事情讲清楚。比如 FIRE 到底是什么？大多数人卡在哪里？哪些人看起来实现了 FIRE， 但其实风险很高？哪些人不是 FIRE， 但却比 FIRE 更自由？希望大家看完这期视频后，不是对 FIRE 更焦虑，而是更清醒、更可执行。大家好，我是王博士，欢迎回来。作为投资人和创业者，我每周都深度研读美联储等官方报告，把复杂的数据拆解成清晰可理解的财富判断。如果你想用 Fed 数据看清美国的财富真相，欢迎订阅这个频道，每周获取最新的数据解读。首先，我们先把概念说清楚。FIRE 其实是两个东西组成的，前两个字母 FI 指的是 Financial Independence， 财务独立，后两个字母 RE 指的是 Retire Early， 提前退休。绝大多数人容易走偏，把 FI 财务独立的本质，也就是人生的选择权，简化成了一个 Excel 的数字。比如我只要攒到多少万，我就要退休了，获得自由了。但真正的自由并不是存到多少钱，而是你是否可以选择工作，也可以选择不工作，可以选择换城市、换行业，休息1年，不再被一份工资绑架。RE 提前退休只是 FI 财务独立后的其中一种选择，本质上更重要的是你有没有获得人生的选择权。很多 FIRE 内容看起来很新，但核心思想其实很早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概念叫做 crossover point， 我们可以把它叫做财务的分界点，也就是当你的投资收益能够覆盖你的生活支出，你就不再被工资绑架。这个想法最早是在 Your Money or Your Life 这样的经典的理财书中被讨论过，后来被 FIRE 社区拿去不断放大，才形成了今天的 FIRE 文化。而 FIRE 里最常见的一个快捷键就是4% rule， 4%法则。逻辑是这样的，如果你有一笔资产，每年能从中提取4%作为生活费，在很多历史回测里，大概率可以撑过30年左右，而不被消耗殆尽。4%法则可以粗略地用于估算你的财务自由数字。比如，如果你目前每年的家庭花费是8万美金，8万除以4%等于200万美金，那么你的财务自由数字就是200万左右。不过需要注意的是，4%不是法律条文，不是保证收益，更不是永远花不完的钱，它只是一个粗略估算的工具。为了把这件事情讲清楚，我们先快速把 FIRE 的几个主要流派先过一遍。首先是 Lean FIRE， 它的核心是用极低的生活开销、极简的生活，尽快做到不用再全职上班。它通常只能覆盖基本的吃和住，对医疗、家庭变化和长期通胀的缓冲非常有限。本质上，它拼的不是投资能力，而是长期不出意外。下面是 Fat FIRE， 这就是用更大的资产规模换取更高质量、更从容的自由。它不仅覆盖日常生活，也覆盖不确定性和风险，但门槛很高，本质上是资产规模足够大之后的自然结果。然后是 Coast FIRE， 它的关键不是退休，而是未来已经确定，你的资产已经能在时间和复利的作用下自动涨到退休所需要的规模。你现在工作的意义只是覆盖当下的生活，而不是拯救未来。最后一个是 Barista FIRE， 它不是完全退休，它是用一份轻量的工作换取一定的现金流和医保。它大幅降低了资产提取率的压力，也提高了稳定性。在现实的世界中，这是风险调整后非常理性的路径。所以你会发现 FIRE 不是某一个点，而是一条连续的光谱。真正重要的是，不是你选了哪一种 FIRE，
而是你清不清楚它到底覆盖了什么，又没覆盖什么。讲到这里，你可能会有一个错觉， FIRE 好像已经变成了一个常见的人生路径了。但现实世界到底是不是这样呢？我们来看一组非常简单但非常扎心的数据。盖勒普在美国做过一个长期的调查，问了大家一个简单的问题：你是否现在认为你已经退休了？根据调查数据显示，40到44岁只有1%的人认为自己已经退休了，45到49岁有2%的人觉得自己退休了，50到54岁有6%的人觉得自己退休了，55到59岁有11%的人觉得自己退休了，60到64岁有32%的人觉得自己退休了，65到69岁这个传统的退休年龄有70%的人觉得自己退休了，也就是说还有30%的人仍然没有退休。你可能会问一个问题，那40岁之前的人呢？答案是在盖勒普这种你是否认为自己已经退休的调查口径里，40岁之前的比例低到几乎不可统计。也就是说，即便用最宽松的定义，真正意义上的提前退休在40岁之前几乎是一个统计上的空白。所以提前退休在现实世界中仍然是极低频的事件。所以如果你在网上觉得怎么身边全是 FIRE 的人呢？那不是现实，那是可见性的偏差。FIRE 的数学其实有点残酷，你要达到财务独立本质上是2件事情。第一，你每年到底要花多少钱，也就是每年的支出是多少。第二，你需要多少的资产才能按合理的可持续的提取率来覆盖你未来每年的支出，而资产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也不会被消耗殆尽。如果我们用最常见的4%模型来粗算，一年花4万美金就需要100万的资产，一年花8万美金就需要200万的资产，一年花12万美金就需要300万的资产。所以你会看到一个现象，每年花的越少越容易 FIRE。 不过在美国，全体家庭净资产的中位数大约只有20万美元，这意味着大多数家庭连100万的门槛都还差得很远。所以 FIRE 不是大家都在做的事情，它本质上是一个进入更高财富分位之后才可能讨论的话题。但这里也埋了第一个大坑，如果你为了更快地达到自己所设定的 FIRE 数字，把生活压到极限，比如压了10年，很多人最后会发现，你不是在奔向自由，你是在训练自己永远不敢花钱。把 FIRE 当作目标，很容易让人执念一个数字，长期超级节俭，最后可能形成不健康的金钱关系。毕竟财富不是存钱冠军，财富是你能否用资产买回时间，而买回时间的前提是你知道自己要怎么过。此外，同样的净资产数字，不同的结构离 FIRE 的距离差很多，因为 FIRE 最怕的不是净资产不够，而是第一，资产不产生现金流；第二，资产高度集中在一个不可灵活变现的东西上，比如自住房的净值；第三，你需要靠卖房才能退休，那你其实是把自己和家庭压在了房价和生活的城市上。根据美联储 SCF 的数据，中位数家庭的净资产只有20万，其中大约13万在房子里，股票和金融资产可能只有1万左右，这压根儿不是能实现 FIRE 的资产结构。前10%的家庭净资产超过了100万，然而大约45万在自住房，退休账户25万，股票类的资产不到20万，真正可灵活使用的资产其实远低于100万。前5%的家庭净资产就进入了200到300万这个层级，股票和金融资产才真正成为核心，这时候 FIRE 才变得稍微现实了一点。前1%顶层家庭的财富主要来自于金融资产和企业股权，而自住房的净值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如果你的净资产有100万，但80%都在自住房，那你不是拥有80万的现金流机器，你只是住在一套值80万的房子里面。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看起来很有钱，但并不具备 FIRE 的现金流结构。
对了，如果你觉得这些财务数据和案例分析对你有帮助，欢迎订阅这个频道，后续会持续分享类似的内容。那如果你通过各种方式积累资产，比如省吃俭用，到达了你最初设定的数字，比如$200万，你以为自己就真的自由了吗？其实 FIRE 这个概念最容易看起来正确，但对很多人风险极高。第一个风险，序列风险。如果你退休后最初的一段时间碰到市场大跌，这时候如果不得不提取资金用于生活，你就会把资产打穿，结果可能最初的财富自由数字没法支持提前退休。早退休意味着你需要资产覆盖40到60年，而不是30年，时间越长，序列风险就越致命。第二个风险，通胀。你以为1年$6万够自己和家庭的生活了，10年、20年后未必还是可以的，特别是医疗保险、教育类的支出，往往跑赢平均的通胀。第三个风险，医保和医疗支出。在美国，提前退休最大的黑洞之一就是医保，你不再有雇主的补贴，你要自己承担，这会让很多 Lean FIRE 的模型直接失真。Lean FIRE 是想要用极低的生活开销、极简的生活，尽快做到不再全职上班。然而，对医疗、家庭变化和长期通胀的缓冲则非常有限，这是风险很大的。第四个风险，孩子与家庭的变量。你有孩子就会有教育、活动、搬家、时间成本，而且支出会一直在变化。最初的 FIRE 数字可能后来不足以支撑复杂的家庭支出了。你以为你在退休，但你可能只是从工作压力换成了家庭压力。这就是为什么很多 FIRE 内容在25岁的单身时看起来很美，到35到45岁有家庭的时候开始变得不再现实。其实 FIRE 财务独立、提前退休可以是目标，但更应该是工具。大多数人不需要先去考虑所谓的 RE 提前退休，大多数人真正需要的是 FI 财务独立的阶梯。我把财务独立的阶梯分成4个阶段。第一， Emergency FI 抗风险自由，比如你有6到12个月的生活费储备，公司裁员你不会立刻感到恐慌，这是财务独立的第一层，不是自由的人生，而是你不会因为一张工资单断了就会崩盘。第二， Negotiation FI 谈判自由，你可以拒绝一份不合理的工作，你敢和老板谈条件，你敢跳槽，而不是被动忍耐。这一层的核心不是不工作，而是你有底气。第三， Optionality FI 弹性自由，你可以休息1年，你可以换城市，你可以转行做点别的，资产开始为你托底。你还没有完全退休，但你已经不再被路径锁死。很多人真正想要的其实就是这一层。第四， True FI 完全财务独立，你不工作也可以长期覆盖生活费，不是1、2年，是结构上的可持续性。这是很多人理解的 FIRE， 但其实是最后一层。你会发现这条阶梯的每一层都会显著地改变人生，而且每一层都比直接追求提前退休更稳定，因为它是结构升级，而不是情绪的冲动。最后用 FIRE 的逻辑分享给大家4条路径，不是情绪化的我要退休了，而是结构性的我要更自由。你可以看看哪一条更适合你现在的阶段。路线 A Coast FIRE 是稳扎稳打型，核心的逻辑是早期把退休账户、指数基金打好基础，让时间替你复利，等资产能长大到未来自然会成熟，你后面的一段时期只需要覆盖生活费，不需要再拼命的储蓄了。这会释放一定的现金流，减轻为未来准备这件事情的压力，换取一定的自由度。它适合中产家庭，不极端不激进，但长期很稳定。路线 B Barista， 这是现实主义型，你不完全退休，而是保留一份清亮的工作，目的不是挣钱更多，而是换医保加稳定的现金流，这样你就不用从资产里硬提取4%，提取率压力大幅下降，风险也小很多。这是在美国的现实环境下非常可行的一条路。路线 C Fat-ish FIRE 是升级收入型，不是极端的节俭，重点是不压缩生活。
而是提升收入能力，自动化投资让支出变成有意义的支出，不是省到痛苦，而是优化支出，提升收入，逐渐积累更大的资产，换取未来更舒服的退休或者半退休。路线 D Ownership Ladder 是资产升级型，这一条是我们频道的长期主线之一。真正进入财富上层的人，往往不是省出来的，而是拥有资产、拥有股权、拥有系统，比如公司、业务、内容资产等等，不是靠每个月多省500块，而是靠结构性的增长。这条路最难，但上限最高。你不再是被工作限制的员工，而是可以自己安排时间的资产所有者，也拥有极大的选择权。所以你会发现 FIRE 不是只有一条路径，你真正要选的不是退不退休，而是你打算用什么样的结构换取自由。最后我说一句， FIRE 财务独立、提前退休这个概念不应该成为我们焦虑的来源，而应该成为我们清醒的坐标系。你不用问我能不能 FIRE， 你应该先问我现在在哪个净资产分位，我的资产结构能不能产生稳定的现金流，我是不是在用极端的节俭交换未来的幻觉，以及我如何进入财务独立阶梯的下一个阶段。如果你愿意，请留言告诉我你计划提前退休吗？目前是什么策略？好了，今天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你的观看。如果你想持续获取基于官方数据的财富解读，欢迎订阅并打开小铃铛，每周第一时间了解最新的 Fed 数据分析。祝你投资和创业顺利，我们下期再见。